10岁的爷爷突然去世了，但是嘴巴却是张开着的，好像是有什么话说。我问大伯，爷爷的嘴张开的，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愿没说出来？大伯听了我的话，瞪眼训斥了我一顿，让我不要乱说话。我不知道大伯为什么会突然间生气，却不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多问，只好不再说话。二伯比我回来的晚，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他在外地当警察，不好请假。回来之后，按照惯例是瞻仰遗容，我也跟着去看了，发现爷爷的嘴巴还是张开着，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总觉得似乎比之前张得更大了些。二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听见他小声对大伯说道：“爹的嘴怎么是张着的？要想办法闭上。”大伯看了一眼周围，见没有外人，才小声说：“都试过了，闭不上。”二伯想了想，去拿了一条热毛巾敷在爷爷的脸颊上，这是要让僵硬的肌肉变得松软。然后二伯试着合上爷爷的嘴，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的管用，嘴是合上了，但却是歪的。爷爷生前并不是歪嘴巴，怎么死后变成歪嘴巴了呢？难道他真的是有什么遗愿没有完成？一屋人看到这场景，又是一阵痛哭。等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安静下来后，二伯又问：“嘴里放银子了没？”这是我们那边的传统，死后都要在嘴里放银子。我妈说放了，当时没找到爷爷生前准备的银子，她就把自己的一对银耳环放爷爷嘴里了。大伯和二伯轮流在灵前守夜，只有我爸是一直跪在灵前，谁劝也不听。爷爷一共3个儿子，我爸最小，但是和爷爷的感情却是最好。爷爷生前哪里都不去，就只爱住我家，赡养工作全由我爸一人负责。大家都知道我爸和爷爷的感情好，也就没去多劝。爷爷在堂屋里一共摆放了5天，第6天上山。这之前，全家人在风水先生的主持下开棺看爷爷最后一眼，寓意送爷爷最后一程。那是凌晨5点，天色刚蒙蒙亮。打开棺后，所有亲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爷爷脸色铁青，他的嘴竟然又张开了，而且比之前张得更大，那种幅度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能做到的范围。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着了。那个风水先生也没了主意，他说他也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反倒是问我大伯怎么办。我大伯他们3兄弟商量了一下，决定按原计划不变，起棺上山。风水先生做好法事之后，大喊一声起棺，4位抬棺的壮汉大喝一声，只听见绳子嘎吱嘎吱的响，可无论如何也直不起腿来，棺材没抬起来。我爸他们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抬棺的红包是给了的，没想到他们居然出工不出力，但是这个时候又不好发作，我爸只好赶紧再包了4个红包。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那4人说什么也不收，其中一个说：“就算给我们再多的红包，也抬不起来啊。”我爸无奈，还好前来送殡的队伍里还有年轻的壮汉，听说棺材抬不起来，就主动来帮忙，于是又添了一条绳子，可是棺材依旧没能抬起来。这一下大家伙都急了，8个人了，竟然8个人还是抬不动，回魂压棺。我听见那个风水先生惊呼了一声，他赶紧招呼我爸他们3兄弟，问老爷子生前是不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我爸他们都说没有，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没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啊。我爸他们3兄弟想了好一阵，还不断地对着棺材说话，但是抬棺怎也抬不起来。最后我爸直接跪在了棺材前，一边磕头一边说：“爹，你要是还有什么心愿，你晚上给儿子托梦，你这样不肯走，我们都不安生了。”我大伯二伯也都跪下磕头，说也怪，这一跪，之前抬不起来的棺材竟然就抬起来了。填坟的时候，家里人要求我们第3代先回来，不许我们待在那里。我跟着堂哥他们回了家。当天晚上，我睡在以前和爷爷一起睡过的房间，我总感觉爷爷还在我身边。想到以前夏天睡觉的时候，爷爷都会拿着扇子替我扇风。迷迷糊糊中，我看见我爷爷走了进来，他和以前一样躺在我的旁边。我揉了揉眼睛，仔细地看了看爷爷，却发现他大张着嘴巴，脸色铁青，身上穿的竟然还是下葬时候的那身寿衣。然后我清晰地看见爷爷的嘴突然动了动，我吓得尖叫起来，睁开眼一看，还好这只是一个梦。我伸手想要摸一下放在枕边的手机看看时间，可是我却摸到一张冰冷的脸。我慢慢转过头去，借着微弱的月光，映入眼帘的赫然是爷爷那张张大着嘴巴的铁青脸，而我的手就放在他的嘴里。刚刚下葬，没想到却诡异地跑到了我的床上。先是大伯赶了过来，看到爷爷的尸体后就是一阵乱骂：“是哪个砍脑渴死的背尸鬼，到处挖人老屋的事情？”然后是二伯，他看到了爷爷的尸体后，眉头紧皱。我爸开口问道：“现在咋办？还能咋办？趁天没亮，赶紧埋进去。小将，你去村头喊陈泥匠，莫惊动其他人。老二、老三，我们3个把爹的身体抬到坟里去。”大伯吩咐着。虽然大家都没说，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发生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办，更加不能让其他人晓得。我和陈泥匠到坟地的时候，我大伯他们已经到了。我发现爷爷的坟并没有被挖开的痕迹，只在坟顶上有一个洞，刚好容得下一个人进出。我准备走近点以便看清楚，却被我二伯催着回去，说死者入土，隔代的亲人是不能到现场的。于是我只能听话的回去了。我爸他们一直弄到10点多的时候才回来。事情忙完了，
大伯请陈泥匠到屋里吃饭。席间，陈泥匠一直皱着眉头，好像有什么心。我二伯他和陈泥匠一样，也是眉头紧锁着。最后，在我大伯的追问下，陈泥匠终于把他担心的事情讲了出来。东哥，这件事我看你还是再找个风水先生看下吧。小将爷爷的坟有古怪。什么古怪？陈泥匠没开口，我二伯却开口道：如果是盗墓的人倒斗，从外往里挖，那么坟口子的开口方向应该是表面大，里面小，越挖越小，这个应该好理解。但是爹的坟，大家刚刚都看到了，很明显是里面开口大，外面开口小，这个口子是从里面往外面挖的，也就是讲，爹是他自己从坟里爬出来的。二伯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背脊一阵发凉。如果真的像二伯说的那样，那么这件事就已经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了。于是我试着去打破，会不会是盗墓贼从其他地方打孔进到坟里，然后从里面打洞出来？这样看上去就好像是爷爷自己从里面挖洞出来一样。二伯点头表示有这个可能，但是陈泥匠却说道：修坟的时候，我就是怀疑小将的想法，所以特地进坟里看过，没有其他人进去过。等到吃完饭后，二伯讲他到镇上找个人，他没讲是找哪个，不过大家都晓得他应该是去找陈泥匠口中的风水先生了。整个白天，屋里的人都阴沉着脸，很显然是在担心爷爷的事情。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大伯才讲他今天晚上去坟地里守一晚上，看看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动爹的老屋。我虽然害怕，但是还是坚持要跟着去，毕竟这是我爷爷。于是我跟着大伯和我爸来到了爷爷的坟边。这个时候天刚刚黑，大伯在附近燃起了篝火，这不是为了取暖，而是为了照明。借着火光，我看见爷爷的坟墓安安静静地坐立在那，似乎和平常的坟墓没有什么两样。三个人围坐在火堆旁，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天气竟然不是很热，即便是坐在火堆旁，都还是觉得后背有点冷。时间就这么流逝着，大伯和我爸都在有一茬没一茬的聊着。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响起，我立刻回头大喝一声：谁？但是我什么也没看见。大伯和我爸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大伯和我爸对视了一眼，然后我爸说他去看看，让我待在这里别动。说完话，我爸拿了一根烧着的棍子当火把，朝着我身后的方向走去。我和大伯都站在篝火旁看着我爸，心里有些着急。这么晚了，到底会是谁来这边呢？站住，别跑！远处我爸突然传来一声大喊，紧接着我们就看见我爸钻入丛林里。我和大伯坐在篝火旁等了一会儿，时间至少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但是我爸还没有回来，我开始有些着急了。大伯也是对我说：我去寻你爹，要是我半个小时没回来，你就先回家去。大伯也去了，整个坟地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四周一片漆黑，我很害怕，不敢往其他地方看，只好不断地往火堆里添加柴火，生怕这唯一的火光也熄灭了。我的后背还是好冷，于是我转过身来，准备烤一下后背，而且后背靠着火堆，面朝外面，也更安全一些。我的手里握着手机，每隔一会儿就看一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大伯离开也有20分钟了，我开始越来越害怕。沙沙沙，我突然听到有声音传来，那声音竟是从爷爷坟头那边传来的。公司迎来第100名正式员工，为了庆祝公司人数破100，领导特意安排了下午茶。就在姐妹们疯狂对着下午茶拍照发朋友圈时，公司群弹出一条诡异的匿名消息：请每位玩家随机挑选1杯奶茶并饮用，请注意，100杯奶茶中有20杯含有剧毒，本轮游戏淘汰人数20人。收到消息的那一秒，大家先是一愣，然后面面相觑。有病吧？这是谁发的？还20杯有剧毒，真晦气！被他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喝这些奶茶了。办公室里议论纷纷，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拿奶茶喝。游戏限时30分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饮用奶茶的玩家，后果自负。匿名消息继续发送，还放出了一张送外卖的某团大哥倒在血泊中的图片，一把刀直直插入了他的后背。我去，死人啦！真的假的？天哪，是真的！这个大哥就是经常给我们公司送外卖的大哥，我还加过他微信。燕姐天天点外卖，她认出了图片中被刺的就是真的外卖大哥。一时间议论声纷纷，大家被这突发情况吓到了。大家都别动，我先报警，让警察把这个神经病揪出来。老胡作为司机组组长，义愤填膺，就要拿起手机报警。老胡最近换了新手机，操作起来果然更流畅。大家换新后，旧的都怎么处理的？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平板、笔记本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小米14还卖了3200多，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这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叮咚，游戏规则：不许报警，不许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所有玩家必须遵守游戏发布者的一切指令，违反指令者死。游戏发布者为防止玩家不配合游戏开展，第一轮游戏规则正式变更。各位玩家今天吃的午餐已经被下了剧毒，离毒发身亡只剩25分钟。100杯奶茶中有80杯含有解药，请每位玩家随机挑选1杯奶茶并饮用。注意，本轮游戏每人限拿1杯，本轮游戏淘汰人数20人。
办公室一瞬间安静了下来，鸦雀无声，大家都紧紧盯着手机屏幕，努力消化这些匿名消息中巨大的信息量。我们真的被下毒了，这人一定是个疯子啊！他真的杀了外卖大哥，所以他说的下毒也肯定是真的，我们完了！办公室里顿时炸开了锅。那还犹豫啥？赶紧喝解药吧！但是解药只有80杯，而我们有100人，瞬间有一波人冲上前去抢奶茶。酱汁，我们也去喝吧，去晚了，等下解药就要被抢完了。我的好闺蜜小美颤抖着说道。我努力平复着内心的不安。如果匿名消息是真的，随机80%的奶茶含有解药，那么按照概率统计学来说，先拿后拿其实没有区别。虽说如此，但我们不敢怠慢，只能按照匿名消息指令的那样，走上前各自挑选了一杯奶茶。我选了一杯抹茶奶绿，就这几秒钟功夫，有的人已经把奶茶一饮而尽。坐我隔壁工位的刘波就已经喝完了自己的奶茶，同时他的脸上露出了近乎疯癫的表情。20%应该不会落到我头上吧？不行不行，我还年轻，我绝对不能死，实在不行，我在。刘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抬起头贪婪地盯着我手里的奶茶。规则说了，一人一杯，你多喝了也是违反规则，一样死路一条。我冷冷看了刘波一眼，冰冷的话语直接把他打了回去。此时公司宣传部的夏哥义愤填膺地喊道：我反正不信这个邪，这就是个变态恶作剧，我绝对不喝。有几个中年同事也纷纷附和，他们选择干瞪着眼坐在工位上，愣是不喝奶茶。时间1分1秒过去，办公室里的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无人交谈，只有秒针跳动的声音，滴答滴答，大家都在忍受着漫长的半小时煎熬。小美看了看自己的手机，率先打破了办公室里的死寂。半小时时间好像到了，所以根本没有人死啊！哈哈哈，我早就说过这是个恶作剧。夏哥开怀大笑起来，一手抹去额头上布满的冷汗。办公室各个角落也都传出了松气的声音和稀稀拉拉的笑声。砰咚！夏哥突然浑身抽搐，倒在了地上，接着又接连传出一阵阵倒地的闷响。办公室不同位置纷纷有人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们一个个都口吐白沫，双手紧紧抓着自己的脖子，仿佛窒息了一般。他们的眼珠都异常突出，像是下一秒就要从眼眶中被挤爆出来，狰狞无比。老胡慌忙走上前，用2根手指挡在夏哥的人中处，尝试去摸夏哥的鼻息。片刻后，他震惊地抬起头，老夏死了。所有人呆住了，大家都不敢相信，中午还在一起说笑打闹的同事，现在竟然暴毙了。恭喜大家通过第1轮游戏，经游戏发布者统计，本轮游戏淘汰人数27人，其中未遵守游戏规则人数8人。大家看向长桌，8杯奶茶孤零零地摆放在长桌上。是谁干的？给老子站出来！老胡忍不住爆发出怒吼。你们看群人数。有同事发现群人数突然从100变成了73，大家都恐惧极了。究竟是谁在操控这场变态的杀人游戏？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同事吗？还是来自外部的杀人狂魔？司特意安排的下午茶竟然成了恐怖的杀人游戏，100杯奶茶中有20杯含有剧毒，喝了毒奶茶的员工全都一命呜呼。第1轮游戏结束后，群里再次发来了匿名消息：温馨提示，刚才各位玩家所喝的解药只能短暂延缓毒性发作，接下来只有完成每1轮游戏，方能解锁本轮延缓毒性发作的解药。大家冷汗直冒，因为匿名消息总是能够精准在正确的时间点发送，说明杀人狂魔正在盯着我们。各位玩家可以自行查看位置下方的解药箱。我顺着自己的办公椅向下一摸，竟然真的摸到了一个小箱子。这是一个上了锁的小箱子，是那种只能远程解锁的电子锁。我摇了摇小箱子，里面发出一阵东西撞击的闷响，似乎装满了东西，来不及细想，匿名消息继续发送。第2轮游戏，剩余73名玩家请自行组队，每队人数1至10人不等。本轮游戏淘汰人数随机。如果上1轮是确定的20%死亡率，那么下1轮的死亡率将不得而知，可能是20人，也可能是50人，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大家看到消息只能起身组队，大多是先联系自己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同事。小美走到我跟前，酱汁，我们组一队吧。好。这个游戏目前不确定是人数多占优还是人数少占优，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选一个不多不少的人数完成组队。于是我又拉拢了身强力壮的男同事老胡以及新同事小刘。叮咚，规则发布了，恭喜所有玩家组队成功。现在公布游戏规则，每组最终需凑足10根手指，摆成一圈爱心并拍照即可完成本轮通关，不限制每个玩家切手指数量的上限和下限。游戏限时30分钟。我去切手指！老胡忍不住破口大骂，但此时办公室里更多的则是因为害怕而发出的啜泣声。没想到才第2个游戏就已经到了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小美已经崩溃到哭泣，小刘默不作声，手不住的发抖。
再看其他组，那些一个人组队的同事已经开始抓着自己的头发陷入癫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10根手指就是自己的全部手指，而10个人组队的同事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人均只需要切下1根手指，就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接下来，办公室各个角落都接连传来了剧痛的惨叫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嚎声。我看了眼我们组的同事，要不我们也开始吧？老胡沉默了一阵说：“我先切3根，剩下7根你们平分吧，快点吧，时间不多了。”距离结束还剩15分钟。此时，办公室里各个角落的哀嚎声和见血声仍然没有停止，还有刀疯狂砍在桌子上发出的猛烈撞击声。隔壁组甚至出现了暴力砍手的情况，几个强壮的男同事分别按住一个瘦弱男生的手臂，然后不顾对方强烈反抗和撕心裂肺的哀嚎，直接硬生生把对方的几根手指砍了下来。老胡此时已经颤抖着把刀缓缓举过头顶，然后把左手贴在桌子边。突然，他好像下定决心一般，疯狂把刀挥下。下一秒，我把老胡的手臂牢牢抓住。我有办法了，这个规则的唯一漏洞就在于，他没有要求必须是本组玩家的手指。老胡眼睛突然一亮，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已经死去的同事的10根手指收集起来，完成拍照任务。哈哈，对呀对呀。小刘顿时激动起来，我去处理吧。老胡拿着水果刀起身，走向了夏哥的尸体。过了几分钟，老胡拿来了10根鲜切手指，我们把10根手指摆成了一个爱心形状，拍了一张照片上传群聊，匿名消息立刻弹出：恭喜你们组完成本轮游戏。随着我们组完成任务，更多组还没切手指的同事纷纷效仿，地上的尸体被物尽其用。30分钟时间到，匿名消息再次发送：恭喜大家通过第2轮游戏，本轮游戏淘汰人数18人。这18名同事大多是因为切手指流血过多而死的，公司群的剩余人数也随之变成了55。药箱开启，小箱子里面是一粒橙黄色的小药丸，以及一个更小一点的小箱子，就像俄罗斯套娃那般静静躺在箱子里。我第一时间把药丸吞进了嘴里，然后我把里面的更小一点的箱子拿了出来。我突然打了个激灵，这种套娃箱子的恐怖之处就在于让人捉摸不透里面还有多少个小箱子，以及后面一共还有多少轮游戏，可能还有3个或者更多个。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男友小白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酱汁，这是真的，这个游戏真的有效果，它定会让你大吃一惊。我有点诧异，所以说它真的能让你的倒影消失？是的，真的很有趣，你试一试吗？可以把它当做这无聊夜晚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在男友的不断怂恿下，我的好奇心也开始跃跃欲试。好吧，那我该怎么做？10分钟过后，我站在了浴室的镜子前，关掉灯，点燃一根蜡烛，将其放置在水槽周围的柜台上，然后询问男友：接下来我要做什么？现在拿起蜡烛，把它靠近你的胸口，看着镜子。于是我右手拿起蜡烛，左手拿着手机，看到手机里的男友正和我做着相同的动作。现在开始微笑，对着镜子微笑。接着我将蜡烛靠近我的下巴，尴尬了几秒之后，我的嘴唇张开，挤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此时我能够听到外面北风呼啸，树枝不停地刮擦着我的窗户，这令我的内心不禁颤抖起来。但更为重要的是，我能够看到镜子中映出我脸的轮廓，他对着我咧着嘴微笑。我去，什么情况？我分明看到倒影中的眼睛调皮地转向一边，可我却站在这里一动未动。我的倒影竟然独自行动了，这让我瞬间感到脊背发凉，总感觉有人在黑暗中监视着我。我赶忙闭上眼睛，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假的，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大脑产生的幻觉。等我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我睁开眼，瞧了一眼镜子，我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但是镜子中的倒影却死死地盯着我，嘴唇依旧扭曲着微笑。这到底怎么回事？小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快看，它有效了！赶紧停止，小白，赶紧停止这个游戏！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停止这个。情急之下，我赶紧放下蜡烛，迅速把浴室的灯打开。当房间被照亮时，我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可看向镜子时，我有些傻眼。小白，真的起作用了，我的倒影消失了，现在镜子里什么也没有。哈哈，我就说这真的有效，别担心，明天一早你的倒影就会回来。可是我仍然能在手机屏幕上看到我的倒影，这东西只适用于镜子吗？我不知道，但我不这样认为。可是我是一个恶搞博主，喜欢假扮成裂口女，然后去敲开别人家的房门，以此拍下这些路人受惊的样子。万圣节这天，我和闺蜜像往常一样出门拍摄，可是敲了许多户人家都没有开门。就在我们准备走向下一家时，突然在拐角处发现了一栋奇怪的房子，房屋看起来又旧又黑，窗户也被木板封住，看起来与恐怖电影里的房子非常像，让人背后发凉。我对闺蜜说道：要不然我们试一试这一家吧，
设绝对是与之前不同的。闺蜜有些担心，可这座房子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是的，但这就是为什么选这座房子的原因。如果能够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拍下开门人受到惊吓的样子，一定会很有趣，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观看。来吧，小美。于是在我的怂恿下，小美打开了录制。大家好，可以看到我身后背景中的房子有点令人毛骨悚然，非常适合在万圣节搞恶作剧。接下来我要戴上面具，去按下门铃，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随后我便轻轻按下这家的门铃，然后对着房门做出一个恐怖的表情。几秒钟过后，房门悄悄打开，可是并没有看见有人走出来，只是看到房门里面黑漆漆一片，让人不寒而栗。接着房门哐的一声又自己关上了，这奇怪的一幕把小美吓了一跳。好奇怪，酱汁，我有些害怕。这么晚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好吧，稍等一下，等我录完结束语，我们就走。那你快点。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万圣节的特别视频。今天的录制很不顺利，最后一个房子的录制也很糟糕，因为你可以看到根本没有人出门。酱汁，我看到有人站在门口。什么？听到小美的话，我立马转头往后看，可发现身后只有空落落的房子，根本没有人。小美，你是不是眼花了？哪有什么人？可小美却是一脸疑惑地说道。但摄像机里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她脸上挂着奇怪的微笑。听到这，我再次往身后看去，可还是空无一人。小美，停止录制，我没有看到任何人。等等，她正在向你走来。小美，你说什么呢？你别吓我。酱汁，她就在你身后。小美，你能别开玩笑了吗？我身后明明什么也没有。可是她刚刚就在你身后，奇怪，哪去了？